翠玉乌龙茶就要停产，是因与金萱是塑料姐妹花。来挖内幕，一切与台湾茶改厂的前世今生有关。我们团队猜想，许多喝茶的茶友没接触过什么是翠玉乌龙茶，肯定不知道它的故事。如果你有听说，绝对是超爱茶的啦。还是你是茶改厂的员工呢？如果不太认识翠玉乌龙茶，那我们就从金萱和翠玉说起。所幸金萱和翠玉不是爱嫉妒的人类，不会成为塑料姐妹花，否则我们应该会在社群媒体上看到许多他们两位互借疮疤的消息。这两株茶树都出自于同一个人之手，这两株茶树都在同一时期改良出来。怎么金萱名称那般响亮？怎么翠玉名称默默无闻呢？这么说来，是不是应该上演一下两株茶树较劲的戏码呢？呵呵，有时出名真是很难说的哦。当时吴振铎先生时任台湾茶叶改良厂首任的厂长时候，从民国43年西元1954年到民国70年西元1981年，自原始茶树进行接枝，孕育出新的品种，再将新的品种与新兴的品种嫁接，再将新兴的品种与新的品种嫁接，不断的嫁接延伸出230种品种。接着再经过10年的观察，选出103种后，又实验9年，于民国62年西元1973年决定12种有特色的产量多的茶种推广给台湾的茶农们，让他们去种植生产台湾的乌龙茶给消费者。分布给茶农们种植后，不少茶农们反馈，编号2027、编号2029的茶树好种植，生长速度快，做成成品后市场反应好，就在茶农的口中散布开来。越来越多茶农开始种植李七大、李高啊，进而台湾茶叶改良厂的人员将茶农们的收成结果和市场推广接受度记录下来，于是编列为台茶几号、台茶几号。就这样，2027号被编为台茶12号，2029号被编为台茶13号。不过叫着台茶12号、台茶13号，太有为台湾将喝茶这件事视为很文艺的事情，所以首任厂长吴振铎先生也被称为台茶之父，将他的母亲名字翠玉为台茶13号命名，将他的祖母名字金萱为台茶12号命名。这就是翠玉乌龙茶的名称由来。至于翠玉会不会嫉妒金萱呢？不得而知，只能说当时喝下第一口金萱乌龙茶，说着这有奶香味耶，那个人是将金萱推上茶叶界的风口浪尖，屹立不摇数十年。要我们团队说，金萱的清新味是让台湾茶友喜欢的主要原因，翠玉的野花味会让台湾茶友抗拒那种抢味的感觉。
就像台湾茶有狂爱的高山茶，其是滑滑的，茶味不重的清新感，这是台湾人味蕾偏好的问题。翠玉的野花不仅是像包种茶那种后劲带着桂花香的香味，还是在第一口时就像喝到四季乌龙茶那种野姜花味。太多重的香味使得部分茶友们较抗拒。这样说来，翠玉乌龙茶不比金萱乌龙茶出名是有原因的，连带着市场反应不尽理想，许多茶农们也不太种植翠玉乌龙茶，我们手上的存货也不算太多，可是我们不得不做，因为就有茶友爱这一味，别款还不要呢。如果你想一探翠玉乌龙茶合不合你的胃口，建议来我们门市亲自试试，你可能能了解哦。茶叶改良厂的前世今生，上述说了那么多茶改厂，它到底是什么呢？又是怎么来的呢？现在邀请你跟我来一趟茶史之旅，聊聊茶叶改良厂的前世今生。这故事取材自茶改厂的网页，否则我们团队可不是穿越来的，不可能知道的啦。可可。说到台湾茶，要往回追溯到满清时期，但其实真正的火热潮流要算上日治时期。哎呀，西元1903年，那时候可是有个厉害的地方，叫做台湾总督府制厂局附属制茶试验场，位在现在的桃园杨梅埔心。起初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用机器做茶，降低生产成本，还想搞出红茶来试试水温。然而这个试验场一发不可收拾，功能竟然越来越多，成就也越来越大。等到国民政府来台后，这个场地慢慢就变成研究各种茶树品种、种植技术，还有茶叶制作的地方。他们可是推广了不少茶种呢，像是清新乌龙、清新大猛、大叶乌龙、影之红心，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好潮啊。后来到了西元1968年，这个试验场正式换个名字，叫做台湾省茶叶改良厂，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培育茶树，研究制茶技术，顺便在文山、鱼池、台东还有南投鹿谷的洞顶工作站开分校。西元1999年后，这地方被中央接管了，又改名字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茶叶改良厂，成了全国唯一的茶叶研究机构。它可不只是改良茶树，还得管茶园管理，防治病虫害，搞研究，检验茶叶的安全性。这工作有够辛苦的啊！台湾茶产业可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让我们可以喝到这么好喝的茶，都是这些辛勤的人付出心力的结果。台湾茶叶以世界产量2%之资，仍然能给全世界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是茶改厂历年来不间断的推广而成，而让全台湾人感到荣耀啊！假如翠玉乌龙茶慢慢的不再被种植，
但它的存在是为台湾茶叶的研发画下重要的一笔记录。晋翠玉乌龙茶